这个顾承安怎么还没到？都迟到20分钟了。承安这孩子可能路上堵了。没事，阿姨，我再等等。妈，你看我把谁带来了？阿姨好，你带他来这里干什么？路上刚好碰见了，曼曼说要给我妈送资料，我就顺路带她来了。这顿饭是什么场合？你不知道？志伟，你别一上来就这么……我问你，我们讨论订婚细节，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志威，你别多想啊，曼曼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她也不是外人，就是顺道来送个文件。不是外人，阿姨，要是今天不是来谈订婚的事儿，我真不会多想。可今天偏偏就是来谈这个的。沈小姐，不好意思，我真不知道今天这么重要。要是因为我让你误会了，真不是承安的意思。你们俩已经熟到你能替他说话了。沈志伟，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冲？我冲？顾承安，今天大家坐在这里是来谈订婚的，结果你还迟到，联系不上人，最后还带着另一个女人进来，现在反过来说我冲？我都解释过了，他就是顺路过来的。顺路顺到订婚桌上了。都先坐下，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叔叔，有些话现在不说清楚，这顿饭也没必要吃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和我订婚？我当然想啊，只是婚姻是大事，我想把事情都想清楚了再说。想清楚什么？是想清楚我们适不适合。所以你这段时间说忙，让我别急，不是真的忙工作，是因为你已经开始拿我跟别人比了，对吗？你别无理取闹，林娜和这件事没关系。沈小姐，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承安只是……你们以后怎么样我不管，至少现在还没轮到你站在这里替他跟我解释。顾承安，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个戒指也没有必要了。志伟，你……既然你没想清楚，那现在就不用想了，这个婚我不定了。你别拿分手吓我行吗？你现在情绪不对，我们改天再谈。没必要了，从今天起别再来找我。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别把一点小事搞得这么大。在订婚饭桌上带别的女人来，这是小事。你嘴上说考虑现实，实际上已经让别人占尽了本来该是我的位置，这也是小事。在你眼里，到底什么才算大事？原来是他，小叔，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一个成年人至少该听得懂别人在拒绝你。小叔，这是我和志威之间的事儿。是吗？那你处理的不怎么样。他现在在气头上，我只是想跟他谈谈。他不想谈，要不要先离开这里？好。今天这场面还不够难看吗？你把沈小姐送回去。是，顾总，今天的事好自为之。沈小姐到了。好的。你跟着我干嘛？顾先生吩咐过，他让我一定看着您进电梯。顾燕之？是的。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就行。今天麻烦你了。原来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人在认真。现在打来是想解释还是想收场？今天我们大家都在，你非要把事情弄成这样，沈志威，你说话啊！真是聒噪。沈总，早上好，进来吧。酒店、婚庆、珠宝那边都先暂停，如果涉及退款流程，让他们走正常手续。
双方宾客名单先别扩散，只通知必要的人。沈总，是真的全部取消吗？是，我明白了。还有这个，找同城快递送过去，签收人写顾承安，不用让对方上门，也不用当面交接，送到前台就行。好，我这就去办。等一下，我有文件落在公司楼下的车里了，我和你一起去公司。你终于肯见我了。我没想见你。我们谈谈。我说了，没什么可谈的。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东西退了，订婚停了，连我妈给你打电话你都这个态度。沈之薇，你非要把所有人都搞得难堪才算完。难堪的是你，不是我。你还在为昨天那点事儿死揪着不放。看来你真的听不懂人话。昨晚不是开始，是结果。结果就是你让我看清楚了，你从来就没有坚定的选过我。我什么时候没选你？这些年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陪着和结婚不是一回事。你到底想说什么啊？陪了我很多年的人是你，但临到最后把我放上秤去掂量的人也是你。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想清楚。你看，你到现在说的还是这句。你不是需要时间，你是需要一个让我原地待命的资格。你想比较，想犹豫，想给自己留退路，都可以。可你凭什么觉得我就该站在原地让你挑？你先别闹情绪，我们上车说。别碰我！你现在连碰都不让我碰。沈之薇，你是真的想分手，还是故意拿这个来威胁我？我没有威胁你，我是在通知你。我没同意。你同不同意不重要。你以为你这么搞我就会慌？你把事情闹成这样，到最后丢脸的也不只是我，两家人，外面那些人，你爸妈那边，哪个会由着你这么任性？所以呢，你现在是在提醒我，再闹下去吃亏的是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可你说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好，你觉得我昨晚做的不对，我承认，那你想怎样？你要道歉，我可以道。你要我跟林曼断干净，我也可以处理。但你现在这种把东西全退回来，说取消就取消的做法，只会让人觉得你不理智。你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到现在，你还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这不是条件，是解决办法。可我不需要了，我不需要你解释，不需要你处理，更不需要你回头来施舍我。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让开！你跟我上车，我们找个……我说让开！你别逼我！放开他！小叔，你怎么在这儿？刚好来这边办事。我不是说过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为什么又纠缠着别人？小叔，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你们之间的事，不包括在停车场拦人。我只是想跟他谈谈。他愿意吗？能走吗？之薇，他已经是在用所有你听得懂的方式告诉你，你们结束了。死缠烂打不是沟通。你要是分不清，我可以让人帮你分清。小叔，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车钥匙给助理，他来开。你坐我的车。麻烦了。应该的，沈小姐。志伟，你就这么跟他走？顾承安，以后别再来堵我了。今天这种情况不会是最后一次。我知道。既然决定结束，就做得干净点。你现在最难处理的未必是顾承安。是的，我家里已经知道了。他们会让你回去？不会只是回去那么简单，大概还会有人跟我说，女人到了这一步，最不该做的就是把路走死。那是他们的想法。顾先生，你为什么帮我？因为他做得出格了。这几天如果再有类似情况，联系我助理。这样不太合适。没什么不合适，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总得有人替你处理。
谢谢。上去吧。妈，你现在在哪儿？刚到家楼下。今天这件事儿，你总得给家里一个交代。知道了。需要我帮你吗？先不用，我自己试试。如果应付不了，告诉我。你还知道回来？现在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先把事情说清楚。志伟，你这次闹得太不像话了。我没闹。订婚说取消就取消，这还不叫闹？两家都谈到这一步了，酒店定了，名单列了，外面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你现在一句不结了，别人怎么看你？别人怎么看不重要。你说的倒轻巧。你知不知道今天一天我接了多少电话？顾阿姨那边说了多少话？你让我们怎么跟人解释？那就实话实说，就说婚事取消了。坐下说。程安那孩子什么样，我们这些年都看在眼里。就算有点误会，也不至于闹到这一步。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说断就断，像什么话？不是误会，不是误会，那是什么？不就是那个姓林的又回来了？一个外人掺和进来，你就沉不住性了。知薇，不是姨妈说你，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先乱。你这一退，不是正好把位置让给别人吗？我取消婚事，不是因为他，那还能因为什么？因为顾程安。程安怎么了？他这些年对你不好吗？他现在不过就是最近状态不好，说话做事欠考虑了一点。知薇，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懂事儿了？他不是说话做事欠考虑，是他在结婚这件事上退缩了。什么叫退缩了？他说不结了？他没说。那不就是了？男人婚前有压力很正常，工作忙，家里事儿多，脑子一乱，说几句不中听的话也正常。他是没说不结，但他也没说非我不可。你非要抓住不放有什么意思？如果只是一个外人回来，如果只是有人故意挑事儿，如果只是外面有点风言风语，我不会走到这一步。真正让我决定取消婚事的，是顾程安自己的态度。一个已经准备结婚的人，面对以前的人和事，不是立刻划清界限，不是先稳住自己的未婚妻，而是犹豫，是权衡，是让我等他想清楚。你们觉得这是小事，可在我这里，这就是不能结婚的理由。就因为这个，就因为他一时摇摆了，你就把这么多年的感情全部要了？不是我不要了，是他先松手的。他什么时候松手了？他思来想去犹豫不决的时候，就说明他根本没一心向着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输了。这叫什么输行？婚姻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他现在不是还想再找你谈吗？而且今天顾家还专门打了电话，说程安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最近事情堆在一起，人有点乱，人家都把台阶递过来了，你还要怎样？所以你们今天是想让我顺着这个台阶下去？难道不应该吗？志薇，你也不小了，该懂事了。这个圈子就这么大，你们两家闹成这样，最后没脸的还不是你自己？再说程安那样的条件，多少人盯着呢？你非要把事情做绝，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你们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在跟别人争顾程安？我不是，也不是因为不甘心。我取消婚事，不是为了赢谁，不是赌气，也不是为了逼他回头。我只是想明白了，一个在结婚前就能把我放进去跟别人比的人，不值得我嫁。你说话非要这么绝吗？不是我绝，是事实就这样，事情就这样。你知不知道你爸今天出去，别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还有酒店那边要重新谈，礼单要重算，前前后后多少事儿，你当这些都不存在？我知道这些事儿存在，但这些都能补救。嫁错了人，补不了。志薇，话别说得太满，现在还没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已经到了。爸，我今天回来不是来求你们同意的，我只是回来把话说清楚。谁啊？王姐去开门。志薇，我们谈谈。程安，快来坐。不了，我是来找志薇的。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我不是来跟你吵的，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没必要搞成现在这样。搞成这样的人不是我。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我们之间的问题可以关起门来解决，你直接把婚事取消，把事情摆到两家面前，对谁都没好处。所以你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在跟你赌气？不是的，我没这个。可你现在说的话就是在责怪我不考虑事情后果。我只是说，没必要走到这一步。我从头到尾都没说过不结婚。可你也没有说一定要结。顾承安，这句话我已经说过一次了，现在再说一遍。你没拒绝婚事，不代表你在坚定的选我。你说的缓一缓，想一想，说白了就是动摇了。而动摇就是结论。人碰上事情，总要有时间缓一缓。可以，那你还你的，我退出来。沈之薇，你一定要这么说话。那我要怎么说？说没关系，我等你想清楚。还是说你可以一边放不下过去，一边让我留在原地等你决定要不要娶我？好了，都少说两句。程安既然来了，就是想把事情解决。志薇，你也别总拿话堵人，两个人走到今天不容易，哪能一点余地都不留？妈，我已经给过了。他第一次动摇的时候，我没有立刻取消婚事，那就是我给的余地，是他自己没接住。你就这么给我定了性？不是我给你定性，是你做出来的事本来就是这个性质。我做什么了？我没有跟任何人越界，没有说不娶你，没有真的背着你做任何决定。你现在抓着我一句话不放，就要把所有事情都判死刑，是不是太武断了？你还不明白，真正让我取消婚事的，从来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心里想了什么。你心里有过比较，有过犹豫，有过退一步看看的念头，光这一点就够了。志薇，我们单独谈。不用。我说单独谈。燕之，你怎么来了？打扰了，我来接人。小叔，这是我和志薇的事。要是真只是你和他的事，就不会闹到沈家来，老爷子也不会让我来处理。燕之，有什么事儿坐下说吧。不用了，我只说几句，说完就走。今天的事，顾家若有什么失礼的地方，我代为道歉。这倒也不是。但有一点我想说清楚，婚事既然取消了，就说明两边都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该再把他叫回来反复解释。既然他已经决定了，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小叔，你这话是不是太偏了？偏？要是你一开始就把界限划清楚，把态度说明白，今晚就不需要有人来偏谁。他该说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再让他继续解释，事情不会变好，只会让他再受一遍。你走吗？走。志薇，志薇，你要是跟他走了，这事就真没法收了。顾承安，从你开始犹豫那天起，这事儿就已经收不回去了。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人我先带走，后面要是需要顾家出面，我来处理。谢谢。不用，今天过后，他们暂时不会再逼你回去解释了。顾承安不会就这么算了。但那是他的事，你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剩下的不需要你反复去证明。你怎么会来？猜到今天不会太平。他们不会这么容易就放弃的。我知道，今天你把我带出来，只是让他们暂时没话说，不是让这件事真的结束了。你看得很清楚，
吃了这么多年亏，再看不清就真是活该了。要是有办法，我就不会拖到今天了。跟他说清楚，他不信；跟家里表态，他们只觉得我在闹脾气。只要我一天没从这件事里彻底抽出来，他们就一天会把我往回拉。我这边也一样，顾家最近也在催婚，老爷子天天在我耳边念叨着盼着我成家。人只要还在这个位置上，就不可能完全不受人摆布。又是顾长安发来的吗？看来他比我想的还急。但是他不是急，是不甘心。有区别吗？有，急是怕失去，不甘心是觉得我本来就该留在原地等他，他接受不了我真的往前走。我不能再这样下去。再拖下去，他们只会觉得我还有可能回头。只要我身边没有一个能让他们闭嘴的人，他们就会反复来找我，反复来问我，反复替我做决定。所以你需要一段足够稳定的关系。对。既然目的一样，那和我结婚。你刚才说什么？我说和我结婚。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知道。结婚不是一句话的事。我也没把它当一句话。为什么是我？因为你合适。合适？你需一个身份逼退两家，我需要一个能挡掉顾家后续安排的结婚对象。而且你清楚自己要什么，还有，你不会把婚姻当筹码反复拿来拿去。你是在替顾长安收场？他的事不值得我用婚姻替他善后。那要是我答应，婚后你希望我做到什么程度？对外，你是顾太太，该出面的场合出面，该站在我身边的时候站在我身边。对内呢？互相尊重，不越界，不拿婚姻来发泄情绪，碰上外面的麻烦立场一致。其他的，你有你自己的空间，我不会插手。包括我家里的事。包括顾承安要是还来找我呢？那就由我来处理。要是以后你想结束这段婚姻呢？提前告诉你，体面处理，不让你难堪。如果是我想结束呢？一样。顾总，你连离婚的事儿都替我想好了。把难听的话先说在前面，比以后翻旧账强。婚还没结，就先把离婚说清楚了。顾总谈事，真是一点漏洞都不留。你该庆幸，我没有拿以后再说来敷衍你。他把最难听的话都先说了，可偏偏比那些说的好听的话更像一条能踩得住的路。知薇，感情的事不能意气用事，承安这孩子还是惦记你的。年轻人闹脾气正常，别把路走窄了。公开之后，你那边的人会怎么想？他们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会接受这个结果。沈家那边要是闹呢？我来应付。要是他们说我是借你往上爬呢？那也只能私下说说。你不怕麻烦？我要是怕，就不会开口了。好，既然都需要一个结果，那就别再拖了。明天我让人安排。这么快？既然决定了，就没必要留空档给别人插手。明天早上会议取消，然后把之前让你拟定的婚前协议以及领证材料今晚整理好发我。是。你连协议模板都早就准备好了？有备无患。顾总做事真是不给人反悔的余地。现在反悔还来得及。要是我说来不及了呢？那就不反悔。沈小姐，顾总让我来接你，证件清单都在里面了，缺什么我现在去补。顾总说，要是您临时改变主意，直接告诉我就行。不用，这些东西我已经准备齐全了。证件都带齐了？带齐了。现在停下，还来得及。我不是来反悔的。好。来，新人看这里，3、2、1。既然结婚了，就搬到我那边去吧。你回沈家也不合适，我让人把你的东西搬过去。顾总您回来了。你的房间在这边，
平时按你自己的习惯来，没人会打扰你。缺什么告诉助理就行。你安排的很周全。既然要住，自然得住得顺手。要是你暂时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你的行程，我会让下面的人注意分寸。他动作倒挺快的。我去见他一面，有些话当面说完比较干净。我跟你下去。你真住进来了？你是不是非要把事情搞成这样？是你自己跟来的。你跟我回去，我们把话说清楚。我跟你已经没有什么需要说清楚的。没有，你跟了我这么多年，说没有就没有。沈之薇，你是不是觉得攀上了我小叔就能把之前的事儿全都一笔勾销？顾承安，话别说的这么难听。难听的是谁？昨天还在跟我说分开，今天就成了我小婶。你让别人怎么想？你让顾家怎么想？别人怎么想，轮不到你来替我操心。你别嘴硬，你敢说你不是在报复我？要是我真想报复你，不会等到今天。我只是不要你了。你再说一遍。我说，我们结束了。从你一次次失约，又理所当然觉得我该继续等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你说什么？今天我下来不是给你机会，是想把话彻底说完，以后别再来找我。你以为他能护你多久？这就不劳你操心了，倒是你该知道分寸了。小叔，你明明知道他是因为什么才……因为什么开始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现在是我太太，以后她的事不必再绕过我来找她。她已经不是你能纠缠的人了。这一次我不会再回头了。以后再有这种情况，直接告诉我，不用自己下来浪费时间。刚才谢谢。既然结了婚，这种事本来就该我来处理。我知道了。还有一件事，明天有个酒会，去不去你自己定。要代办出席，外面已经知道了。差不多了，今天上午开始就有人拐弯抹角来问我助理了。我去。明天场上会有人提旧事，也会有人来试你的态度，不想答的可以不答，但你要是想说，就不用顾忌什么。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那就站稳一点，至少这一次不是别人替我选的位置。可以。走吧。今晚有几类人，你心里先有个数。第一类是真心来恭喜的，第二类只是来看热闹的，第三类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想借机来试试你。第三类人说的话往往最客气，也很难听。比如再往深一点，会有人提到程安。你倒是说得很清楚。既然要带你去，就没必要让你到了现场才知道刀从哪儿来。那我是去做什么的？去让他们认人。顾总，您总算来了，这位想必就是顾太太了，恭喜恭喜！您这喜事藏得够严实。时间定得仓促，没来得及细说。顾太太，久仰久仰。你好。那边有几个合作方，我过去一下，很快回来。你去忙。沈小姐。哦，现在该叫顾太太了。刚才离得远，没顾上打招呼，失礼了。您客气了。说起来，你和顾家还真是有缘。以前就听说你和顾家小辈走得近，如今倒真成一家人了。既然已经成了一家人，过去的称呼和现在的分寸，自然要分清楚。顾太太倒是爽快。也是，顾总做事向来有分寸，既然能把人带出来，想必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只是婚事办得这么快，外头难免好奇，
顾太太不会介意吧？别人好奇是别人的事，我介不介意都影响不了他们开口。不过婚事虽然快，不代表轻率。既然我今天站在这里，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顾太太倒是很有底气，应该的，不然也不会来这一趟。说起来，程安那孩子今天没来，要是来了，场面倒是更热闹了。今天是商务酒会，不是叙旧的场合。顾程安不在，提他做什么？我就是随口说说，那就到这里为止吧。有些旧话，说多了不体面。聊什么呢？没什么，就是和顾太太多认识认识，毕竟以后少不了打交道。是吗？大家都是好意，顺便恭喜顾总新婚。有人让你不舒服了？还好，只是有人对过去比较好奇。各位要是来道喜的，我和太太心领了。要是借着今天替我们回顾旧事，大可不必。顾总说的是我们失言了。顾太太，改天有空一起喝茶。是，改天一定好好聚聚。今天谢谢你。你已经说过一次了。那次说的是场面话，这次算认真的。紧张了？上去之前有一点，站到你身边之后就还好。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会是那个反应？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替我把话都挡回去？我替你挡一次，他们只会知道你背后站着我。你自己接住了，他们才会知道，你站在那里，本身就不是谁都能随便轻慢的。你倒很会安排人。不是安排，是我知道你可以。顾总，你这样很容易让人误会。误会什么？误会你是个很好的人。只是误会。进来。沈总监，周总那边出了点状况。什么状况？他秘书刚打电话来说，周总想再考虑考虑，这周的签约会议可能要往后推。理由呢？说是市场环境有变化，想重新评估一下风险。但我觉得不对劲，上周见面的时候他明明已经很满意了，还让我们准备庆功宴的场地。还有吗？供应商那边今天早上发了份新报价单，比之前谈好的涨了15%。15%？我打电话过去问，对方支支吾吾的，就说原材料涨价，没办法。他们上个月刚签了锁价协议，原材料涨价是哪儿来的理由？我也这么说了，对方就一句领导的意思，别的什么都不肯讲。就这些？还有一件事，今天有个同行的朋友找我，拐弯抹角问了好几次，说外面有传言。什么传言？他原话是，听说你们沈总监嫁进顾家了，最近顾家好像有点热闹啊，不会影响你们项目吧？周总是什么时候变卦的？今天上午大概10点左右打来的电话。供应商的新报价几点发的？早上8点半。你那个朋友约你吃饭是什么时候发的消息？昨晚。3件事，同一个上午，3个不同的渠道。您是说有人故意的？而且做的不算高明，故意让我察觉，比真正使绊子更恶心。那我们怎么办？周总那边要不要我直接打电话？不打，帮我约他。约？就说我请他喝茶，时间他定，越快越好，语气放松一点，别让他觉得我们急了。供应商那边呢？要不要我先回个邮件回复一下？先不回复。不回？他们涨价涨得这么突然，要么是被人打了招呼，要么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不管哪种，我先不接招，让他们自己慌去。明白？那同行那边的传言不用管，越解释越像真的。把手头的项目度表发我一份，我要看看哪些环节能提前锁死，不给人留空子。好，我马上整理。小许，今天这些事先别跟任何人提。我知道。顾总，有件事要跟您汇报。说，太太那边的项目出了点状况，合作方周总突然说要重新考虑，供应商也临时涨价，涨了15%。另外，
圈子里有人在传一些关于顾家的话。我查了一下，供应商是鼎盛材料，周总那边变卦的时间点也很巧，都是今天上午。鼎盛材料这家公司现在谁在对接？顾家那边的老关系户，早年跟老爷子有过合作，后来是顾承安在维护那条线，还在查，但初步判断是有人故意放出去的。怎么说？传播路径太规整了，不像自然发酵，几个圈子几乎同一时间段出现同样的话题，有人在控节奏。急了？您是说要出手吗？周总那边我可以打个招呼，供应商也好处理，换一家就是了。把替代方案备好，供应商和周总那边都准备。都准备，但先不动。先不动？先看他怎么处理。那如果太太那边撑不住呢？他撑不住的时候，你见过吗？没有。所以先不动，什么时候他开口了，什么时候再说。我明白了，方案备好，随时待命。请进。沈总监，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周总客气，是我临时约您，该说抱歉的是我，请坐。沈总监今天约我出来是为了项目的事儿吧？是的，听说您想再考虑考虑。不是我想为难你，实在是最近市场环境不太好，我们董事会那边也有些声音，觉得这个节点投进去风险太大。我理解，市场确实有变动，谨慎一些是对的。不过周总，我想跟您分享几个数据。这是我们项目最新的风险评估报告，上周刚做完的。您看这一页，市场变动对我们的影响系数是 0.37， 远低于行业平均。这是我们的对冲方案。我知道您担心的是什么，所以我准备了3个版本。第一个，保守型，降低首期投入，拉长回报周期。第二个，平衡型，维持原计划但增加退出机制，任何阶段您觉得不对，随时可以止损。第三个，激进型，加大投入但锁定更高收益。总共3个版本，您来挑。沈总监，你这是有备而来啊。做生意嘛，总要把功课做足了。周总，我不问您为什么突然变卦，那是您的考量，我尊重。但我想让您知道的是，这个项目的每环节都经得起推挑。外面那些传言你知道吧？知道。你不解释一下？有什么好解释的？周总，您做生意这么多年，应该比我更清楚，传言这种东西越解释越乱。我能做的就是把手里的事做好，至于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沈总监，你这个人有点意思。周总过奖。行，这几份方案我带回去研究研究，3天之内给你答复。好。不过周总，我也要提前跟您说清楚，3天之后如果没有消息，我们会启动备选合作方的谈判。你这丫头还真是不给人留余地。留了的，3天足够了。成交。沈总监，不管外面怎么传，我周建国认人不认事，3天后给你消息。周总那边稳住了，等3天，供应商继续晾着。听说周总那边出问题了，好像是说要重新考虑，供应商也涨价了15%呢。这个节骨眼上出这种事儿，我听说是顾家那边。各位，我们开始吧。这是会议的主要文件。先看整体进度，截至本周，1期工程完成度 78%， 比原计划提前了11天。成本控制方面，目前实际支出比预算低 4.2%。沈总监，我听说你们的供应链最近有些变动，原定的供应商临时调整了报价，涨幅 15%。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我们已经启动了备选方案，备选供应商名单的基本信息都在上面。目前正在接触的这家报价比原供应商低3%，交货时间也能保证。合同已经在走法务审核了。但是还有一件事，市场上最近有些传言说这个项目的推进可能会受到一些跟生意没关系的因素影响。沈总监，你怎么看？张总，我理解您的顾虑，作为投资方，谨慎是应该的。但我想说的是，这个项目从立项到现在，每环节都经得起审计。在座各位随时可以调出任何一份原始文件来看。至于传言，听听就好。真正决定一个项目成败的，从来不是传言，是数据，是执行，是结果。沈总监，你这话说的我没法反驳，继续吧。谢谢张总。小沈，不错。谢谢张总认可。周总那边的事儿我听说了，你也搞定了。3天之内会有答复。老大，你刚才太帅了。帅什么？不过是实话实说。可是张总那个问题换了别人肯定慌了，你居然慌有什么用？记住，在职场上气势比解释重要，你越解释，别人越觉得你心虚。今天辛苦了，你早点下班。好的，老大。顾总，太太那边的事儿有结果了，说下午的汇报会很顺利，投资方没有撤资的意思，张总还当场夸了他。周总呢？刚才他秘书打电话来说，周总下午回去就开了董事会，已经签了补充协议，明天派人送过来。还有，供应商那边他也处理了，没用原来那家，找了个备选，资质差不多，价格还压下来了3%。把我们准备的那些撤了，都撤。供应商那边的备选，还有周总那边的都撤。可是万一后续还有，没用了。我知道了。还有，后天的行程表发我一份。好的。顾总，太太那边要不要告诉他一声？我们这边本来有准备。不用，明白。还真是聪明。回来了。你今天回来的挺早。想早点回来。我今天有点累。项目的事？有人在背后搞事，不过已经处理好了。怎么处理的？约了合作方谈了一次，把方案给他看了，他同意继续推进。供应商那边换了一家，价格还压下来了一点，汇报会也过了，投资方没有意见。做得不错。顾总这是在夸我。我是在夸我的太太。对了，后天你有什么安排？我想邀请你来签约发布会。好，几点？10点。行。那我先去休息了。顾燕之，今天那句做得不错，我收下了。这位，你怎么会在这里？受邀来的。怎么，现在见我一面都这么意外？意外倒不至于，只是没想到你还会主动出现在我面前。今晚风头很盛啊，看来你现在过得确实不错。你要是只是来打个招呼，那我收到了。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不愿意听真话。顾承安，别在这里发疯。发疯？我只是忽然觉得有意思。以前你最看不上这种场合，最不喜欢别人把感情和利益混在一起谈。结果现在呢？这里不是你翻旧账的地方。志伟，你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吗？你今天站在这里，到底是因为你自己有多厉害，
还是因为你嫁的人是顾砚之？说完了吗？还是说顾总也觉得没什么可遮掩的？毕竟这段婚姻最开始本来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感情，不是吗？你说够了吗？小叔既然来了，不如也说说看，我刚才哪句话说错了？你有一句没说错。最开始，我们的确不是带着什么年少情深走进这段婚姻，也不是你想象中那种需要拿了到处说的轰轰烈烈。既然如此，那又怎么样？一段关系最开始是什么样，不代表向来会变成什么样，更不代表轮得到你来替别人定义它。我从来不需要靠编一个多完美的开始来证明我的婚姻体面。最开始不轰烈，不等于后来不认真，不是一见钟情，也不等于我对他的选择不是真心。他今天站在这里，不是因为谁给了他一个位置，他能走到今天，是因为他自己有这个能力。至于我站在他身边，是我自己的选择。小叔倒是会说，不是会说，是我说的每一句都是事实。从他成为顾太太那天起，到后面每一次我带他站到人前，每一次我认可他、维护他、选择他，都不是场面需要，也不是权衡之后没办法，是因为他值得，也因为我愿意。所以小叔的意思是，过去那些都不重要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现在。至于你说的过去，早就没有资格再站到他面前指手画脚了。你今天说这些，不是因为你比谁都了解真相，只是因为你到现在都不肯承认，你已经没有资格站在我面前说这些话了。志伟义，我别这么叫我。从我们结束那天起，你就只是过去了。你以为你知道一点从前的事，就还能来解释我的现在，可你解释不了。我的婚姻是不是轰轰烈烈，最开始是什么样，后来又变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我的事业走到今天，也不是为了向谁证明我离开一段过去之后还能不能活得体面。我今天站在这里，是因为这是我自己走出来的位置，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都改变不了这一点。你现在说这些，是因为有他站在你身边。是，他今天站在我身边，我承认。但你搞错了一件事，有人站在我身边，不代表我要靠谁活着。你不在了，也从来不代表我会停在原地等着。所以就到这里吧。以后，不管是我的名字，还是我的生活，都不需要再跟你放在一起说了。慢走，我就不送了。你还好吗？你刚才说的那些，是为了替我解围，还是……不是解围，沈之伟，我说的都是真的。那就好。冷不冷？还好。顾砚之，这个在你西装口袋里，你为什么会有？这上面是我的字迹。不用担心钱的事，你妈妈会好起来的。所以你早就认识我了？是。那你今天在宴会上说的那些话，不是，也不是替你解围。最开始提出结婚，确实有现实原因，你需要一个结果，我也需要。但如果那个人不是你，我不会开口。那年是我最落魄的时候，是你帮了我。后来我找过你，你身边已经有了顾承安。再后来重新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不可能只把你当成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我会在意你受没受委屈，在意你开不开心，在意你是不是又一个人扛着所有事。是今晚那些话，我本来就这么想。所以你喜欢我很久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在拿过去的事换你的回应。我想要的是你心甘情愿。可你站在我身边那么多次，我也不是没有动摇过。只是我一直以为这段婚姻开始的太理智，所以不敢先相信。现在我知道了，顾燕之，我愿意信。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还有，我不是因为那场雨才站在这里，是因为我发现我也早就在意你了。